是吗？贝贝的恩维反应真快，真不愧是战家的孩子呀，战家的好基因得到了完美的继承。曾小雅对战家的好感又深一层。奶奶，我帮你把小雅接过来了。战月一进屋就大声叫喊，他是故意这样叫喊的，不让曾小雅知道奶奶是帮他，免得曾小雅更加的不自在。他还没有表白呢，等小雅下次休假，他们一起秋游，更熟悉一点了，回来后他再向小雅表白。战月并不担心曾小雅被人抢走，有他时刻制造偶遇，曾小雅的身边现在就只有他一个男人。林医生那里已经萌生退役了，战月觉得是林医生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后，大受打击，就萌生了退役。早知道能这样让情敌打退堂鼓，他早一点让情敌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了。不过他并不想以身份来压人，就算没有战家少爷这个身份，他觉得凭着自己的优秀，对曾小雅的真心，他也能让曾小雅爱上他，选择他的。屋里说笑的众人一下子全都停止说话，全都望过来。曾小雅这才看清楚，屋里坐着的不仅仅是战奶奶和海童等人，还有2对中年夫妇。她小声问战月，不是说就你哥嫂在吗？怎么还有其他人的？战月也没想到大伯和大伯娘都在，还有他的父母也在，肯定是走漏了消息，他爸妈就赶过来看热闹。哦，是见一见曾小雅了，那也是我的家人，稍大年纪的是我大伯和大伯娘，另外2个是我爸妈，可能是我奶奶有一段时间没有回老宅，我爸妈他们也想尽尽孝，就过来了吧。战月只能这样解释，总不能说他爸妈是特意跑来看未来的儿媳妇吧。曾小雅有点吃惊，那是你的爸妈吗？他们还好年轻哦，保养的真好，特别是战月的妈妈，看上去就像是战月的姐姐一样。曾小雅想，等她和大家混熟了，一定要好好请教一下他们平时都是怎么保养的。没有人不想青春永驻的。曾小雅平时也很注意护肤保养自己，她觉得自己做得不错了，但跟战家的人一比，她觉得自己保养的还不够好，不年轻的了，已经当了爷爷。奶奶是他们心宽，没有任何的压力，心情好，保养的又好，看上去是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。他爸都年过60，他妈也差不多60了，已经踏进老人系列。看看自己的爹妈，战月又承认，父母保养的是真心不错，特别是他的母亲。母子俩走在一起，别人肯定会以为母亲是他的姐姐。阿姨保养的真好，我得向阿姨请教一下，她是如何保养的。战月说道，我妈他们经常去美容院的，用的护肤品也是最好的。等会儿我叫我妈送你2套她常用的护肤品。不用了，怎么好意思呀？知道她用什么牌子的护肤品就行，我自己买2套回来用。我和阿姨的年纪不一样，用的护肤品也不一样的。是哦，那你们等会儿好好聊聊，我对这些不太了解。战月说的也是事实，过去他不了解，以后他可得好好了解一下。他也要让他的老婆大人保养的水嫩水嫩的。小雅来了，快过来坐到奶奶身边来。老太太笑着起身，朝曾小雅招手。曾小雅跟着战月走到大家的面前，礼貌地问好。战月的兄嫂，她在医院见过面，上次又和海童夫妻俩吃过饭，较为熟悉。对宁云初就不太熟悉了，在医院里也只见过一面。战三爷夫妻俩不着痕迹地打量了曾小雅一番，他们脸上都挂着温和的笑容，在曾小雅问好时回以微笑。曾小姐快请坐。三太太招呼着曾小雅坐下，坐到老太太身边去。老太太一个上午都在念叨你呢。曾小雅抱着贝贝走到老太太的身边坐下，旁边的海童从她怀里接过贝贝，她冲曾小雅笑，奶奶是念叨了一上午，老在吐槽老八办事不稳，让老八帮他接个人，接上半天都不见影子。曾小雅歉意的道，真的不好意思，诊所里人多，
我忙完了才跟战月过来的，让战奶奶久等了。她笑道：这是我的问题，与战月无关。战月还帮忙抓药了呢。战奶奶别怪战月了，下次我跟战奶奶有约时，我早点过来。战奶奶给我发个位置就行，我自己能开车过来，那样就不用战月过去接她。老太太说道：原来如此，那是帮病人看病重要一点，没事的，奶奶等得起。三太太附和着：忙的话就叫战月帮忙，不用对她客气的。这个女孩子一脸的福气，脸圆圆的，气色红润，看着就很健康，也很纯净。听说是个医生，一家人都是医生，不错呀，他家老八会挑。三太太对曾小雅的初始印象很好，她的确是今天才知道婆婆找了个借口，让老八去接曾医生过来玩。得知曾医生是她未来的儿媳妇，三太太哪里还能坐得住，当即就拉着丈夫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，私底下还说大哥大嫂不地道，都不告诉她。唐君业有点无辜，他们4人都是刚从阳城回来的，他知道的也就比老三夫妻俩早一点，就是有什么忙都可以找老八的。唐君业附和着，与妯娌交换了一下眼神，意思是这个女孩子不错，与战月很是般配。曾小雅说道：那怎么好意思，战月平时工作也很忙。她不忙的，她每天也就是去公司逛上2圈就可以下班了，偶尔开个会，就这样，她一点都不忙，忙的话也无法自己管着房子装修的事了。老太太拉着曾小雅的手，慈爱地道：你以后和战月又是邻居了，都是说远亲不如近邻，遇到任何困难，任何事都可以找战月帮忙。你也帮了战月很多的忙，他房子装修不懂的都是麻烦你。小雅，说真的，我们家的孩子都不懂那些，你肯帮战月，让战月学一学，积累一点人生经验，我们感激得很。曾小雅笑着：战奶奶，你言重了，那只是小事一桩，大家买了房子装修时，会问问左邻右舍，很正常的事，大家也乐意分享自己的经验。战月，你还没有加入万盛花园的业主群吧？我等会儿拉你进去，进群了，你有不懂的，在群里问一声，大家会很乐意教你的。战月说道：那你等会儿拉我进去一下，我还没有加入业主群呢。佣人奉上了水果香茗，大家聊了一会儿，就到了饭点。曾小雅都有点不好意思，她今天本来是过来陪战奶奶聊天的，结果来晚了，让战奶奶等了那么长时间，这刚到又到了饭点，感觉到大家并没有把她当外人。曾小雅也不拘谨了，跟着大家一起入座。满桌子的菜很丰盛，她看了一下，有好几道都是她很喜欢吃的菜，其他菜式虽不是她特别喜欢的，但也算是喜欢吃的。菜式多，却是家常菜，不是什么山珍海味，就是和他们家平时吃的差不多，只不过是菜式多了点儿。小雅，先喝碗汤。老太太示意战月亲自给曾小雅盛了汤。战月本来想亲自下厨的，说要好好做一桌好菜招待你，谢谢你这段时间对他的帮助，结果被我派去接你了。老太太用公筷给曾小雅夹了点菜。海彤和宁云初2个孙媳妇，她老人家也没有忘记，都给他们夹了菜，海彤也给老太太夹了菜。知道老太太是怕他们吃味，认为老太太喜新厌旧，其实他们一点都不会吃醋，他们又不是小气爱计较之人。曾小雅是新人，奶奶多照顾点是应该的，就是他们对曾小雅也诸多照顾，毕竟人家第一次登门做客，下午留在这里用过晚饭再回去吧。老太太说到下午站越有空了，让她亲自下厨给你露2手，她也好久没有下厨了，正好我也想尝尝她做的菜，看看她是否有进步。曾小雅有点不好意思地道：战奶奶，那样我会很不好意思的。三太太说道：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你好不容易休假1天，还过来陪我们老太太聊天，
我们很感激的了，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，就让战月下午亲自下厨做饭。你用过了晚饭再回去，让战月送你。海童也笑道：小雅，你就答应吧，奶奶都念叨了好久，你不留下用过晚饭，他老人家会觉得是我们招待不周的，那我就厚着脸皮留下来用过晚饭再回去。老太太投给战月一记下午好好表现的眼神，她拉下了老脸，又帮他争取到了机会。战月回给奶奶一记安心的眼神，他的厨艺不敢说和6个屁比，但比起一般人还是要好太多。他就是去饭店掌勺都够格的。饭后，老太太略坐片刻，就让曾小雅陪着她出去散散步，消消食。还叫上了战月，这是战月的房子，总要让主人家带客人参观一下他的大别墅的。等3人出了主屋，海童问三太太：三婶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小雅不错的吧？几个小孩子已经在一旁玩着了，不会打扰大人们聊天。三太太满意的道：很好呀，我没有什么不满意的，只要他能结婚我就知足了，更何况曾医生也不差，他没有带个男人回来，三婶已经阿弥陀佛，哪会嫌弃什么？宁云初扑哧的笑：三婶，你这话说的，咱们家老八又不是娶不到老婆，只要他愿意，多的是女孩子想嫁给他，他怎么可能会带个男人回来啊？他敢往家里带男人，他的哥哥们首先将他修理几顿。战义臣则是说道：三婶这样说，我一点都不意外，在长辈的眼里，我们好像很差劲，好像没有人要似的。从侧面也说明了他家长辈都很开明。用三婶的话说，只要他们往家里带的是女人，不是男人，就阿弥陀佛的了，不会要求太多的。况且他们的眼光都不会太差，他们这几个有奶奶把关，就更加不用担心了。老七和老八都是自己找的，也让长辈很满意。战维的婚事定下来了吧？早知道长辈去阳城就是为了老七的人生大事。战义臣还是嘴多的问一句，回答的是唐君业办了订婚宴，他们俩也去领了结婚证，婚礼在10几天后就能举行，到时候你们都提前安排好时间，提前飞过去帮忙。等会儿让利民夫妻俩给曾家也送一份请帖，请曾家去阳城参加老七的婚礼。海童说道：小雅一家人都是当医生的，可能挤不出时间过去参加婚礼。小雅的话，她调一调休，可能能挤上2天时间吧。三太太说道：他们能不能挤出时间是他们的事，我们送请帖是我们的态度，以后是亲家，咱们办喜事肯定要请亲家参加的。海童笑道：老八还没有表白呢，三婶已经把曾家当亲家看待了呀。小雅的爸妈还有亲哥都不在管城上班，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老八的存在。三太太自信的道：我是相信我儿子的，他喜欢小雅，小雅就是我儿媳妇，曾家就是我的亲家，准亲家。屋里的人在聊着，陪着老太太出去散步的曾小雅，她扶着老太太走得很慢，也方便她打量一下周围的环境。从来了到现在，她都没有时间好好的参观一下战月的大别墅。小雅，我今天很开心，有你们陪着我，真希望以后你们都能经常来陪陪我这个老太婆。曾小雅说道：战奶奶儿孙满堂，你的儿子孙子都很孝顺，儿媳妇孙媳妇跟你处得像母女婆孙一样，他们只要有时间一定会陪你的。我下次休假有空的话也来陪战奶奶说说话。话说咱们说好了的，下次我休假咱们就出去秋游，我也好久没有出去走一走，放松放松了。每天上班都忙得团团转的，休假的时候又帮着二叔二婶的忙，他是真的很久没有出去走一走了。管城也有不少景区的，有很多景区，他这个土生土长的管城人都没有去过呢。老太太笑道：是哦，下次你休假，要是还能在周6或者周日，咱们再叫上你海童姐他们一起。
热热闹闹的海童，他经常带着孩子出去玩的，知道哪里好玩，哪里赏秋最适合。曾小雅说道：“海童姐每个周末都带孩子出去玩吗？那下次我们要出去玩，叫上海童姐。”战月接过话来：“大哥大嫂平时工作很忙，没有时间陪伴孩子，所以周末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推掉所有应酬，专心陪孩子们过周末。的确，在管城哪里好玩，没有人比我兄嫂更清楚的了。不只是我大哥大嫂，就是我其他兄嫂都知道哪里好玩。他们自从当了爸妈后，反而比未婚前更会玩了。还没有结婚之前，他的哥哥们就只知道上班、谈生意、应酬不断，每天的行程排得满满的，哪有时间出去玩呀？管城有什么好玩的，他们压根儿不知道。去的最多的地方大概就是高尔夫球场和海边了吧。就算是去那2个地方，他们也是为了招待客户，请客户去打球或者出海捕鱼，吃真正的新鲜的海鲜。曾小雅说道：“他们当了爸妈后，重心放在家庭，放在孩子身上，为了陪伴孩子，带孩子出去玩，既能陪伴也能开拓视野，对孩子很有好处。你的兄嫂们都很重视孩子的成长及教育，这是好事，是很多有钱人都无法做到的，非常难得。很多生意人因为工作忙，疏于管教孩子，也没有时间陪伴孩子，只知道给钱。家长会从来不参加，都是让管家或者司机代替。战月的兄嫂能做到这一点，真的很好，也很难得。从战月的嘴里也知道，他的兄嫂很多时候都会亲自接送孩子上放学，也会为了孩子的事修改早就定好的行程，推掉所有工作。他们重视对孩子的教育，重视对孩子的陪伴，才能教出三观正又开朗活泼的孩子。怪不得战家能够一直稳坐在管城首富之位，人家后继有人，每一代都是人中龙凤，也是很难得的了。老太太笑着：“我们家是很重视教育和陪伴的，有父母陪伴的孩子，性格都好很多。他们阳光、大方、开朗、自信。”曾小雅点点头：“小雅，你觉得战月的院子布置的怎么样？我总是嫌他这里的院子没有美景，他就只让人种了些树，建了2座凉亭，一些草坪，就再也没有风景可赏了。”曾小雅笑道：“这样挺好的呀，绿树成荫，漫步在林荫路上很舒服，空气也好。就是奶奶总是说我的后院不漂亮，我就这么大的地方还能怎么布置？不就种种风景树，建2座凉亭，搭个秋千。我就喜欢这样子，又安静又舒服。清晨或者下过雨后，在后院走一走，那空气啊，特别的清新。”老太太对曾小雅说道：“小雅，你瞧瞧她。我说她审美观不好，她还不肯承认了。我那么多孙子当中，家里的景布置的最差的就是老爸了。战奶奶、战月这样的审美观也不差，我觉得就这样挺好的，简单又舒服。我也是喜欢这样的布置。好吧，你们俩的观念一致，当奶奶什么都没有说。”老太太还不忘冲战月眨眨眼，意思是2个人的审美观竟然是一致的，以后成了夫妻，就应了那句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很多事情曾小雅的看法和战月都是差不多的。小雅，你爸妈他们很少回来吗？老太太问道。那是未来亲家呢，要是曾父曾母回来了，2家多走动，让他们多了解一下战月，拿下了准岳父岳母，战月想抱得美人归就容易得多了。我爸妈上班的地方离管城有点远，坐高铁需要3-4个小时，他们休假也和我一样的，只是休1天，这1天的时间回来的话太赶了，所以他们很少回来，家里有什么大事了，他们也需要和别人调休，才能挤几天的时间回来一趟。我哥哥离他们就近，平时他们就住在一起，只有我在管城待着。曾小雅记得父母好像是在半年前回来过几天吧。平时一家人联系靠的是手机，想见一见父母只能视频。
你们的工作的确是很忙，辛苦了。曾小雅笑了笑，辛苦是辛苦的，不过当初既然选择了这条路，就要坚持下去。我爷爷奶奶都一把年纪了，还坚持走这条路呢。用爷爷奶奶的话说，只要他们还能喘气，还能帮病人把脉开药，他们都会继续用他们的医术救死护生，这是医生的职责所在。他们选择了这条路，就会一条路走到底。要是哪天你爷爷奶奶和你父母回来了，跟战奶奶说一声，战奶奶去你家里拜访一下。我是很敬佩他们的，真正的良医，医得好，还数代都为医。曾小雅说道，下个月20号是农历的，是我爷爷80大寿，我爸还有我叔他们都说要帮老爷子办一办，估计那天我们家里的人都能回来吧。说实话的，我们一大家子也很久没有聚过了，大家分散在各地的医院上班，又都是工作繁忙，离家远，回来的次数屈指可数。守着这栋老宅的人就是我二叔二婶了。我回到管城上班，就多了一个我。堂弟还在读书，等堂弟考上大学后，也是离开管城的，毕业后也未必能回到管城上班，估计又是一个要远离老家的人。农历的话，下个月的20号呀，那都年底了，还有1个多月呢。老太太算了一下日子，距离曾老爷子80岁生日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。小雅，你和战月算是朋友了，你爷爷若是回来过寿，可得给我们送份请帖呀。战奶奶，现在我还不敢承诺什么，我爸他们也就是这样提议的，还得老爷子同意才行。我爷爷若是决定回来过寿，会请亲朋戚友，我一定让我爸妈给你们家送份请帖。